第2章中学时光。上初3时，我停止了去教会，全力以赴地准备考试，希望能够考上附近省会泉州的最好高中。考试满分是200分，最好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是186。我第一次考试的总分是175分，没有达到分数线。经父母同意，我选择了复读1年。记得是次年的7月，我去泉州住，有5-6个月的时间，我每天只睡5小时，从起床到睡觉之间的所有时间，都用来背书做题。第2次中考，我得到了200分满分的成绩。尤为奇妙的是，中考还包括一个体育考试，包括了100米速跑、俯卧撑等等。以我的病腿，绝不可能拿到体育项的好成绩。但是那一年，政府特别规定了，残疾人的体育分数根据学业分按比例给成绩。也就是说，我学业考试是100分的满分，那么我的体育也得了100分满分。之前这是根本不敢想的事情。后来我经常用圣经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来勉励自己的学生，在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上应该下功夫。同时我也鼓励大家凡事要有积极的态度，因为体育分数也在考核之列。我可以从一开始就抱怨自己不可能拿体育的高分，那么总分会被影响，那样上最好高中的机会就非常渺茫，等等等等。如果抱定那样的心态，我根本就别想进入最好的高中了。凡事自己先尽到最大努力，其余的交给神，这才是正确心态。那一年，我成了泉州最好高中的第1名学生。后来得知那年一共有17名学生考试得了满分。高中3年我住校，周末或假日会往返于泉州和锦义之间。记得一个大夏天，下了公交之后，我还得步行一段距离，步伐轻快的人们一个个超过我，而我呢，拖着无力的病腿，走得汗流浃背，仍然速度很慢。那是我第1次心生自怜。回家后，我在日记中写道：神啊，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？但是很快我又把这句话涂掉了，觉得那不是一个好问题，心态也不对，好像在抱怨神。既然上了最好的高中，我的目标自然是韩国最好的大学 SKY， 分别是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。然而我高考那年，一所普通大学为了吸引优秀学生，开出优惠的条件，4年学费全免，每个月还有100多美元的生活津贴。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放弃了 SKY 梦想，同意去那所普通大学修药剂学。